班的小林，然后这是我在南京拍的第2集影片，要带大家去南京玩3天2夜。这次住在南京站北广场的雅都酒店。接着呢，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房间。我觉得以在火车站旁边来说，它的房间真的蛮大蛮舒服的。这个房间还有一个靠近马路的落地窗。厕所是干湿分离，而且空间还蛮大的。这样住1个晚上，双人房不含早餐是430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 CP 值很高，值得推荐。在酒店放完行李之后，就来到了德基广场。然后德基广场最有名就是它的厕所，这个是最新盖的，是不是很像夜店，超级下趴的？然后这个厕所一走进去，就会让你觉得，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因为长得一点都不像厕所啊！而且这个厕所造价都要几百万人民币，真的是非常奢华的浮夸厕所。就是身在台湾很难想象厕所竟然是旅游景点，而且在这个灯光下上厕所真的怪怪的，还要找一下卫生纸在哪里。上完了德基超浮夸的厕所之后，就和身为江浙沪独生女的朋友来到德基楼上的宁家食职台州点心自助餐。这一道菜叫做芝麻糯米年糕，是宁波的手工米年糕，配上黑芝麻糊。我觉得吃起来很像台湾的芝麻麻糬，口感绵密细致。我还点了一份宁家烧豆腐鱼，是东海的糯米豆腐鱼配上手工豆腐。最右边的那一盘则是宁家烧丝瓜。年糕有那种酒酿的味道，但是它好糯啊！你看那个拉丝，对啊，好黏。我还点了一份宁家海胆大馄饨，还有宁家牡蛎大馄饨，吃起来特别鲜甜。还有这个宁家海肠炸春卷，是海肠配上本地韭黄，外皮酥脆，吃起来非常特别。这个是鳝丝韭黄腐饭，是鲜活的鳝鱼配上五常大米，再撒上一点韭黄。这样一桌总共是379块人民币，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点贵，但是餐厅确实很有特色，所以还是可以来试试看。吃完中餐之后，就来到了南唐二陵。南唐二陵是著名南唐后主李煜的爷爷还有爸爸的陵墓。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有一点点偏僻，它是在牛首山的旁边，所以就顺便来了。然后一走到这附近的时候，就有一股阴风突然吹过来，而且这个整个景区不超过5个人，所以其实有一点点可怕。不过其实里面已经把棺材还有尸体都清除了，所以其实还好。南唐二陵的门票是22块人民币，推荐给喜欢沉浸式体验夏目感觉的朋友。看完了南唐二陵之后，就来到了下一站牛首山。不过牛首山这一带真的比较偏僻，所以建议大家搭计程车来。牛首山的门票成人是160块人民币1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去买票的时候，工作人员跟我说台湾人是不用收费的，所以感觉好像赚到了160。然后我是直接搭10块的公车到山顶，然后再慢慢参观，而且这边很多地方都有电梯，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接着呢，就来爬佛顶塔。佛顶塔融合了唐代古塔的形制与现代建筑的美学。佛顶塔既有传统飞檐翘角的古典韵味，又兼具简约大气的现代感。佛顶塔塔高88米，有地上8层、地下1层，总共9层楼。平面呈现8边形，象征着佛教的8正道。在佛顶塔上面可以看见对面的佛顶宫，整个牛首山，甚至还可以远眺整个南京城，视野真的非常好。佛顶塔内部有楼梯和电梯，但是电梯好像不太能搭，所以就要靠自己的脚走8层楼，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累。
有点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我要登顶了，我成功了，终于登顶佛顶塔。然后这边是有放一个钟，虽然看起来不太能敲，但是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它。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钟的话，还是可以登顶到8楼。虽然爬楼梯有点累，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可以从高处看见佛顶宫，真的和平面的感觉差很多。而且这里还是在南京耶，来都来了，为什么不上来看一下呢？从佛顶塔下来之后，就来看平面的佛顶宫。我觉得佛顶宫倒映在水面上，随着水纹波动，真的非常漂亮。接着呢，就走到佛顶宫的走廊。不得不说，这个走廊真的是精雕细琢，就是你会看得有点眼花缭乱。虽然不太懂他在雕什么，但是真的很漂亮。虽然这样讲有一点点铜臭味，但是这里不愧是斥资40亿人民币打造的天上宫阙，随手一拍都是高级感拉满的宗教美学。接着呢，就来到了禅境大观。禅境大观位于佛顶宫地上部分，内部构造成椭圆形，南北长112米，东西宽62米，建筑总高46.5米。禅境大观中间还有一个玉制卧佛，真的非常壮观。对啊，我们竟然现在才来，好浪费哦。看完了超壮观的禅境大观之后，就来到了佛顶宫内部，看供奉了佛顶古舍里的深坑建筑。然后因为里面是深坑建筑，所以要搭非常多层的电扶梯才可以抵达最底部。就是搭电梯会有一种在地心历险的感觉。然后想问说，牛首山是不是把山都挖空了，才可以挖得这么深？真的很奇妙。进到内部之前，先来洗个手，净化一下心灵。天哪，走进位于地下层的千佛殿，真的是觉得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气氛非常的神圣庄严。千佛殿中央为象征大日如来的舍利大塔，周围环绕四方佛，会门16尊，还有8内外供养菩萨，形成佛与菩萨相互供养的神圣场景。不过小林本人对于宗教没有过多的研究，所以没办法继续讲下去了。如果大家是也对于这种壮观的建筑很有兴趣的话，真的很推荐来这里，因为这边的建筑真的是外面看不见的，非常的壮观神圣，一走进去真的是哇，来到异世界的感觉。而且其实来这边的人大部分都是来拍照的，所以不用太担心宗教信仰的问题，就把它当一个非常漂亮的旅游景点来看就可以了。像小林本人也在那边拍了非常多照片，像这个门，它一打开就有一种哇，穿越到异世界，走进另外一个神圣世界的感觉。所以喜欢拍照的朋友一定要来。不过牛首山真的是太大了，因为小林是吃完饭下午才来。如果是下午才来的话，其实就走完佛顶寺和佛顶宫2个主要景点的话，时间都差不多了。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把牛首山整个玩完的话，建议你上午就要来了，千万不要像小林一样睡到这么晚。接着呢，就是原路折返，搭电梯去公车站，到山下之后再去搭计程车。不过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提早离开，因为关门时间的计程车真的很难叫。离开牛首山之后，就直接搭计程车来到了刚开不久的金陵中环。
金陵中环里面的装潢真的很现代，然后它是在南京最贵的百货公司德基广场的旁边，所以里面卖的东西其实也有一点点贵。虽然我个人觉得这场景没有很漂亮，我是比较喜欢德基的厕所，不过不得不说，大陆真的在商场这方面很用心，他们都可以在商场里面盖花园耶，真的是非常的不计成本，台湾通常看不到。接着呢，就在金陵中环里面喝一家叫做山下奶士的多巴胺酸奶。山下奶士是一家主打藏地风情的高品质酸奶连锁店。我点了一瓶开心果树莓，24块人民币，还有树莓柚子23块人民币。它的瓶子真的很可爱，而且颜色很像油画那种渐层。不过我个人是觉得喝起来就一般，然后摇一摇它就会变成混合的颜色。晚上就在金陵中环吃桂满龙杭州菜，然后我是看到它的装潢还蛮漂亮，所以才走进来的。我点了这家店的招牌菜杭州叫花鸡，然后它是会有店员在这边解剖它，所以你就可以亲眼看着它慢慢解剖，享受过程。虽然这只鸡具体来说没有很好吃，但是它旁边有放干冰耶，真的是氛围感十足，吃起饭来还是蛮开心的。我还点了一个桂满龙原创的水墨东坡，但是吃起来也一般。这样一桌总共是308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贵，但是气氛确实蛮不错的。隔天一早就来到了南京的鱼嘴湿地公园。鱼嘴湿地公园地处长江、夹江还有秦淮新河的交汇处，景色非常漂亮。从鱼嘴湿地公园可以直接看见南京长江第3大桥。不过其实网友比较建议来鱼嘴看夕阳，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行程的话，建议排在黄昏之前。离开了鱼嘴湿地公园之后，就直接来搭有轨电车。搭一次有轨电车的票价是2块钱人民币，真的非常便宜。重点是，如果你搭地铁的话，通常看不太到风景。可是你搭有轨电车的话，就是在陆地上，所以你可以欣赏沿途风光。而且这个有轨电车是在河西，不是在南京的主要景点旁边，所以基本上都没有人搭，真的非常的悠闲。而且这个有轨电车几乎每一站都有地铁站，所以随时不想搭都可以去换地铁，真的非常方便。搭完了有轨电车之后，中午就来到了海底捞庆祝生日。虽然这样讲大家会觉得小林应该是个乡巴佬，但这是小林第一次吃海底捞，也是小林第一次在除了家以外的地方过生日。这个蛋糕是一位南京大学的朋友送给我的生日蛋糕，听说是一位法国蓝带的甜点师制作的。这个蛋糕真的是小林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生日蛋糕，店名叫做大福，推荐给大家。然后室友还有帮我预约海底捞的庆生活动，就是社死的现场。然后海底捞还有送一个长寿面，但是我没有想到它的长寿面竟然是现场做给你看的，真的超特别。然后这一餐就没办法跟大家分享是多少钱了，因为是我的室友请我吃的，真的非常感动。我个人觉得海底捞的服务真的是特别用心，让人眼前为之一亮，所以如果有生日的朋友，真的建议要来体验一下。吃完了下趴的海底捞之后，就骑着脚踏车来到了南京的建业区。这一栋是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看起来超大的。接着呢，就终于来到了目的地——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又被称为南京青奥双子塔。听
听说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高达314.5公尺。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采用立体感的流线型设计，灵感源自于南京云景。虽然小林本人没有什么艺术美感，看不太出来它哪里像云景，但是它里面真的很漂亮，就是它的那个线条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种曲线型的建筑真的很少看见，所以你会觉得哇，好像来到科幻电影里面的感觉。而且这边不是南京的主要景点，所以几乎没人。如果你刚好也不想人挤人的话，真的很适合这个景点。不过我个人是觉得那个白色有一点点脏掉了。离开了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之后，就走路来到了旁边的南京沿步行桥。结果走过来之后，竟然发现整个桥上只有我，没有其他人。是大家来南京都只去夫子庙、玄武湖吗？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他。好像台湾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南京沿步行桥是南京市建邺区长江夹江水道上一座连接江心洲还有河西的桥梁。是长江上首座观光步行桥，兼具交通和景观特色。南京沿步行桥可以直接走到江心洲的青奥森林公园，然后在青奥森林公园就可以直接看见刚刚的双子塔，还有南京沿步行桥。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已经6点多了，所以就会有一束金光洒在双子塔上面，倒映在水上，真的是非常漂亮的落日余晖。而且这个地方真的没有观光客，我走来走去只有遇到别人在遛狗，然后不然就是只有小林。接着呢，就在原路折返回去搭地铁。我真的觉得他们这边的桥看起来特别宽，就是走来走去都不会撞到人的感觉。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南京的树上到处都有这种白色的漆。这边的地铁站旁边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现代，都是高楼大厦。然后刚好看到一间商场，所以就决定进去逛逛。这一家商场叫做华彩天地，然后一走进去就会看到这个天花板的电子萤幕，真的很特别。不过像南京这样的商场其实还蛮多的。晚上就来吃漫味意式小馆，听说是南京最好吃的意大利菜。这个玻璃瓶装的是橄榄油加醋，然后要配这个餐前面包一起吃。而且这个面包真的很好吃。这一盘是蜜瓜火腿，真的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搭配。这道菜是虾仁蘑菇沙拉，虾仁吃起来非常 Q 弹。这一道菜叫做番茄肉酱千层面，它是一层面配上一层番茄肉酱，再配上一层起司，一咬下去那个口感真的是非常浓郁。就是它有点热量差在。好，你来切一下。然后这个披萨超特别，因为它是番茄黑松露火腿配上芝麻菜起司火腿的双拼口味。虽然这个鱼鳍有点烧焦了，不过这个烤鱼还有这个双拼披萨真的是外面吃不到的口味，超级好吃。这一块是草莓提拉米苏，但是我觉得它的结构有点松散，跟我印象中四四方方的提拉米苏不太一样。这样一桌总共是470块人民币，我个人觉得有一点贵，但是真的很特别，很好吃，所以来南京必吃。隔天一早就搭地铁来到了莫愁湖。莫愁湖是南京仅次于玄武湖的第2大城市湖泊，所以大家要记得，南京不是只有玄武湖，还有莫愁湖哦。这边还有头上有一颗球，不知道是鸭子还是天鹅的动物。莫愁湖其实是一个公园，就是你可以环湖散步，而且不用门票。主
竹子没有被涂白色。接着呢，就跟室友继续环湖散步。而且因为小林这个影片是2月拍的，所以还可以看见一点点的梅花倒映在水面上，真的是把中式美学的意境拉满了。沿着莫愁湖走，还可以看见很多古建筑，而且都是不用门票的。听说莫愁湖是因为莫愁女而改名的，而这位莫愁女就是因为不愿意进宫为妃而投湖自尽的。我觉得莫愁湖附近建筑的窗景真的非常漂亮，就是你从各个窗户看出去，都能看见湖光水色。然后莫愁湖公园走到最后面还有个庭院，可以看假山、梅花还有古建筑。这边还有长得很像高丽菜的花，听说这个品种是夜牡丹，是高丽菜的观赏品种。中午就爱吃在新街口旁边的泰食寿泰式料理。我点了一份炭烤猪颈肉、泰食寿炒饭、玛莎玛黄咖喱牛腩，还有冬阴功汤。这个在秤子上面的是多拿虾饼，它的虾饼真的是厚到一咬下去会很惊艳。这样一桌总共是363人民币，我个人觉得有一点贵，但是真的很特别，也很好吃，所以还是很推荐。吃完中餐之后，就来到了大报恩寺。大报恩寺门口有一本书，然后你要瞧一个角度，想办法把那座塔装到这个书里面。一走进去就有很多彩带，还有铃铛祈福。大报恩寺的门票成人是90块人民币一张，但是店员又跟我说，这边台湾人是不用门票的，跟牛首山一样，所以我就很愉快的走进来了。入口一样要先洗尘净心。不过大报恩寺在1856年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所以目前只能看到部分遗址。然后这边有个动画是在介绍大报恩寺的历史。大报恩寺原本是南朝时期的长干寺，后来才改名叫做大报恩寺。大报恩寺历史中被烧了几次，也重建了几次，但是反正就只剩下我们现在看见的遗址博物馆。这一个场景叫做7步生莲，是指佛陀出生之时在地上行走7步，步步有莲花盛开的场景。然后如果踩这个琉璃地砖，灯光就会像涟漪一样散开。而且大报恩寺平日也没有什么人，所以拍照不太会被打扰。这个是大报恩寺塔的琉璃拱门，看起来真的很壮观，不过这个是复制品。大报恩寺博物馆里面也有很多佛像，所以适合对佛教有研究的朋友们。我觉得大报恩寺里面的打光真的非常漂亮，因为它会让你感觉有一点神圣庄严，但是又不会让你感到害怕的那一种。而且其实大报恩寺走来走去都是网美在拍照，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宗教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大陆人好像普遍不太信宗教，所以就把它当游乐景点来看就可以了。接着呢，就来到了舍利佛光。舍利佛光是4万多盏琉璃佛灯不定时变换7色光芒。大厅中央还有个卧佛，我觉得他这边真的很厉害，因为他把科技还有佛教艺术结合在一起，真的是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白色，因为比较洁白无瑕，如果是绿色的话，就会有点像在 KTV 的感觉。接着呢，就来到了大报恩寺的菩提树下，感受一树一菩提，一步一净土的意境。灯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
树下还有一尊纯白的佛像，静落在光影之中，非常宁静祥和。菩提树上面的灯光会一直变换，然后有动画可以看，大家可以找适合自己的光，然后再进去拍照。下一个展厅是有一些水牛的雕像，配上投影布幕，这些投影布幕投影的超逼真，随着光影的变动，让整个展厅都切换成不同的颜色。我觉得大报恩寺不只是博物馆，它还是美术馆，因为它结合了这些美学、宗教、艺术，甚至还有现代科技，才创造出这么漂亮的氛围场景。接着呢，就走到外面来看大报恩寺塔。不过前面有说过，大报恩寺塔因为经过焚毁，所以现在是重建过后的样貌。就是没有按照原本的样貌重建，所以上来就只能看见一些画像，还有南京的风景。因为小林来的时候是2月，所以树木看起来都枯枯的。不过认真看的话，是可以看到一点点城墙。然后再来看汉文大藏经展厅内的经佛，虽然看不太懂墙壁上的经文，但是觉得这样拍过去真的很漂亮。这样就差不多逛完大报恩寺了。小林原本打算直接走了，但是听说晚上有一个琉璃塔极光秀，大概会在6点半举行点灯仪式。其实比较多人是在正面看这个琉璃塔极光秀，但是因为小林觉得这边有湖面，然后又有水灯，拍上去特别好看，所以就在这里拍。接着呢，就来欣赏一段没有小林声音的极光秀。这个才是正面的大报恩寺，也是比较多人选择观看的地方。然后这边边看极光秀，还可以边敲钟，增加体验感。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有水面的地方，因为它整个塔身倒映在水面，真的很有那种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的感觉。晚上就来吃 W James 鸡架牛排，继续庆祝生日。天哪，它的这个肉窖还有玻璃酒窖也太漂亮了吧！而且整个餐厅都是一个奢华高雅路线。而且这家店竟然有请人演奏钢琴，所以你就可以边吃饭边听着现场演奏的钢琴音乐。提前预定的话，还会有生日沙画跟一只 Jellycat。不过这个 Jellycat 不是送你的，就只是给你拿来拍照的而已。这个是餐前面包配上黄油，还有和牛生牛肉和松萝卜片。另外一碗是沙拉，我个人觉得超级好吃。沙拉里面放的是鲜虾还有牛油果，吃起来很开胃。这个黄油嫩煎蘑菇虾仁真的超好吃，蘑菇吸饱了黄油香，一咬下去就爆汁，真的是让人想要再来一盘。接着呢，就来吃剔骨牛排。然后这个牛排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它有6种盐可以沾，这6种分别是玫瑰盐、大蒜盐、柠檬盐、迷迭香盐、蘑菇盐还有火山盐。虽然说牛排是这家店的招牌菜，不过我真的觉得它的牛肉有一点柴。甜点是舒芙蕾，上层是冰淇淋还有巧克力碎片，下层则是巧克力蛋糕，我个人觉得很好吃。
这样双人套餐是498人民币，我个人觉得还蛮划算的，因为餐厅的气氛还有东西真的蛮好吃的。接着呢，就结束这一次南京3天2夜的生日之旅。觉得穿这个很有那种和尚穿鞋子的感觉。对啊。可恶，卡住了。主要领导人一起坐到一起，怎么一个什么好多时间，几个小时以后嘛，都宣布了。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喽，拜拜。